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男友把我的考评给了绿茶，他纵容绿茶抢功、抢客户，背地里使绊子，渣男不屑一顾。你知道我弄走过多少员工吗？我语气淡淡。你知道我告走过多少上级吗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男朋友是个大傻逼，公司年度考核出来了，我业绩第一，却得了个 B， 我不服，跑进他办公室理论，结果抢了我的 A 的黄晶晶也在，看见我，他眼尾一挑，不屑地笑了一声。陈建一看我怒冲冲的样子，就知道是兴师问罪来了，笑着冲我招招手：“小木来了，先坐，喝茶喝茶。”他把茶杯推到我面前，我扫了一眼，冷笑：“喝什么茶不好，非喝绿茶。”陈建皱了下眉，面带抢笑：“晶晶不是绿茶，对，她是82年的龙井。”陈建脸都黑了，愣了几秒，耐心地给我做思想工作。我知道你是为了考核分数来找我的，本来给你打的确实是 A， 但晶晶比你更需要这个 A。他刚来公司，要是评分低了，他留不下来。我瞪着他运气。陈建看我抿着嘴不说话，越来越心虚。你是公司老人了，何必？其实没什么区别。我忍不住打断他：“大哥，就避那点奖金，还没我姨妈多。”我叉着腰大声说：“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你应该了解我。”陈建讪讪一笑：“了解。你人美心善，放屁！你可以要我命，但不能动我钱。”黄晶晶听不下去了，忍不住插嘴：“叶幕，你不要仗着阿健是你男朋友，就以为自己可以横着走。”陈建还是心虚，赶紧做和事佬，苦口婆心地开导我：“你别往心里去，晶晶就是说话有点耿直，大家都是同事，别伤了和气。”我冷笑了几声。他这叫耿直，就是单纯的没素质。我盯着陈建的眼睛：“你想好了，要是给他，你可别后悔。”陈建面露难色，犹豫了一会儿，吞吞吐吐地对我说：“小木，这次考核没法改了，下次我一定帮你争取。”画大饼，他的潜台词其实就是下次依然没你。黄晶晶也跟着起哄：“你是阿健女朋友，给你，你不怕别人说闲话呀？”卧槽，老娘业绩全公司第一，几乎月月都是销冠。陈建这个鸟人之所以能在公司混得开，还不是靠我的业绩撑着。他倒好，把居然给了一个连我业绩尾灯都看不见的小垃圾。陈建换了个语气：“晶晶说的也是，小木，现在你懂了吗？”我面无表情地点点头：“我懂了。”陈建松了口气，面露欣慰：“你懂了就好。”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黄晶晶打断了。他态度十分嚣张：“那你说说，你懂什么？”我扫了他俩一眼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努力不一定有结果，但躺平一定很舒服。从办公室出来，我得买杯奶茶调整下情绪，因为一会儿客户张总派采购过来和我聊细节。卡路里充值成功回来，却看见黄晶晶正和我等的那位采购有说有笑：“我的效率很快，放心，明天一定给您。”我一惊，压着怒气快步走过去：“这个客户是我带的。”黄晶晶瞥了我一眼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哦，陈建说让我带了，你要是有问题就去找陈建。”当着客户的面，我没法直接和他争辩，转身去找陈建。我直接推门而入，没好气地质问他：“黄晶晶切单抢我顾客，这是你同意了？”陈建一愣，随后回过神，点了点头：“啊，那就让他带吧，大家都一个部门，谁带不一样？”我一瞪眼：“不一样，这个客户我跟很久了，就差临门一脚了，凭什么他说切就切？”
陈健满脸堆笑，耐心地安抚我：木木，你先冷静冷静，他爸是谁？你不会不知道吧？知道啊，人事部总监。怎么了？陈健露出舔狗般的笑容，慢吞吞地说：你也知道，我可能马上就要升职了，能不能通过，就看他爸这尊大佛签不签字了。我都明白了，冷笑着几声。所以你就把我的还有这个客户都给他。陈健笑得很虚伪，你就帮帮我吗？我保证等我升职了，多给你几个客户补偿你，别给我画饼，反正我这单我不同意。陈健脸色一变，眉头紧皱：木木，你不要不懂事，以后结婚了你也要回归家庭的，现在给我贡献怎么了？我呸！我刚要骂街，这时黄晶晶趾高气昂地推门进来了，她瞥了我一眼，如沐春风地对陈健说：陈经理，这单我拿下来了。陈健比捡了钱还开心，晶晶好棒啊！我拧了拧眉，抱着胳膊看着他。陈健，你刚才聋了是吗？我说的话听不见。陈健脸色一变：叶幕，请你注意素质，对待你们这种人，素质有必要降低。黄晶晶冷笑了几声：看把你牛的，地球离开谁都转，就不信这单没你签不下来。我盯着他们看了几秒，那你们回头别来求我。黄晶晶笑得前仰后合：求你，哈哈哈，那你就等着看我怎么把这一单搞定。我无语地摇摇头，这个客户超级难缠，我攻坚了半个月，根本没他们想的那么简单。客户被撬了，我没什么事，每天就摸摸鱼，谨慎起见。我在后面没人那座安了个移动摄像头，这样一有人靠近，手机就自动提醒。今天我正鼓捣摄像探头，财务大姐拿着报表风尘仆仆赶过来，皱着眉对我说：木木，这份订单我记得是你的吧？你怎么也干这种事？我一愣，接过来一看，立刻看出了端倪。我把订单还给他：不是，被黄晶晶撬单了，你有问题找他吧。财务大姐眉头皱得更深：你知道他这么干嘛？我摇摇头：不知道，我和他非工作不交流，不打听不好奇。那行吧，这事你就假装不知道。财务大姐叮嘱我几句，拿着报表走了。摸鱼累了，我准备劳逸结合，工作一会，打开快做完的策划书，我犹豫了一下，决定把它做完。客户虽然被撬了，但我觉得可能还有机会，说不定能派上用场。我刚做完，陈健和黄晶晶有说有笑地回来了。黄晶晶瞥了眼我的电脑，唇角一勾，得意地笑了。客户都决定买了，还做呢，傻不傻？陈健也笑了笑：木木，别做无用功了，客户今天下午就来签约，他想看我生气的样子。我偏不，我拍拍手：好啊，那你以后多干点儿，客户都给你。黄晶晶一愣：你不嫉妒吗？我笑呵呵地伸了个懒腰：嫉妒你妹呀！只要我干得好，以后工作都是我的。黄晶晶不屑地扫了我一眼，忍不住冷嘲热讽：废物！我一瞪眼：你他妈再说一遍！黄晶晶吓得一哆嗦，但仗着有陈健给她撑腰，顿时又支棱起来了。我说：你是废物！卧槽，你看人真准！陈健为了给黄晶晶长脸，特意把各个部门的大佬都请来了，其中就包括他总监父亲黄尊。黄尊很欣慰，拍着黄晶晶的肩膀：不愧是我闺女，真牛！黄晶晶傲气地瞥了我一眼：那是，萧冠都攻克不下来。没等我开口，他就把黄尊拉了过来：爸，我能这么顺利把客户签下来，除了我个人能力，陈经理也有功劳。黄尊冲陈健点点头，意味深长地说：小伙子，你很有前途。陈健大喜过望，脸都涨红了：
谢谢总监栽培。黄晶晶他爸看了看他，看似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：“你有女朋友吗？”陈健毫不犹豫，毅然决然地点点头：“我没有。”我微微一笑：“对呀，你没有。”陈健一皱眉，眼含警告地看着我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“没事，我就是想说你。”浑身上下就嘴硬。陈健刚要开口，黄晶晶突然兴奋得直跺脚：“来了来了，客户来了！”我抬头一看，一个穿着客户品牌工服的男人走了过来，但奇怪的是，并不是上次来的那个采购。黄晶晶一点也不在意，拉着陈健，兴奋地跑过去，堵住人家问：“陈采购没来呀？派您来的是吗？您贵姓？”对方冷哼了一声，目光从他们俩脸上扫了一圈：“你们谁是对接人？”黄晶晶点头如捣蒜：“我是，我叫黄晶晶，你是替陈采购来签约的吧？快里面请。”对方纹丝不动，皱了皱眉：“进去就不用了，把东西给你们，我就走了。”说完，他从夹着的文件袋里取出一张纸，递给黄晶晶。黄晶晶一愣，贵公司合同这么简单？对方睁大了眼睛：“合同？这是解约函好不好？”他清了清嗓子，大声说：“你们销售人员私下答应给我们公司采购个人返点，这属于变相贿赂，你们触犯了我们之前合同签订的连结协议。”现场一片哗然，大家面面相觑。陈健也一脸茫然：“不能吧？这事我怎么不知道？”对方哼了一声：“那是你们的事。陈采购已经被公司开除了，公司派我来是给你们下这份解约函的，以后不会从你们公司采购任何东西。”说完，大哥头也不回地走掉了。陈健和黄晶晶都傻了，处在原地动也不动。在场围观的除了普通员工，还有请来的高管，尤其黄尊气得五官都扭曲了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他不好冲黄晶晶发火，陈健就成了替罪羊。他狠狠瞪了陈健一眼：“你干的好事，就这还想升职？”说完，拂袖而去。陈健差点瘫坐在地上，我懒得理他，走到没人处，给客户打了个电话：“喂，宋总，您别生气，我不是来说好话的，您先听我说。”总部对他俩的处罚火速下来了。黄尊想把这件事压下来，但闹得太大，连大 boss 都惊动了。据说大 boss 打电话把他劈头盖脸的臭骂一顿。就黄晶晶办的事，不开除不足以平民愤，但他爸还是刷脸把他留下来了。他和陈健每人一张警告单，扣除当月奖金，1年之内取消晋升资格。处分下来，我第一时间跑去安慰陈健：“太好了，以后你再也不用为晋升发愁了。”陈健脸色更加难看，愤恨地咬咬牙：“你现在是不是幸灾乐祸？”“是。”陈健无话可说，哼了一声，压着火气迈步往办公区走。我跟在他后面出来，就看见他叉着腰大声训话：“刚才总部下死命令了，这个客户必须追回来，追不回来，所有人当月奖金全部取消。”下面一片哗然，纷纷交头接耳，但没人敢提出质疑。我冷笑了一声：“呵呵，你们2个棒槌自己弄砸了，让别人和你们一起背锅。”陈健脸涨得通红，冲我投来尖锐的目光：“你不是销冠吗？有本事把客户拉回来！”没等我开口，他扯着嗓门对大家说：“谁要能把这个客户追回来，我给他转5000块钱红包。”他这么一说，大家又开始交头接耳，但没一个人表态，谁也不愿意接这个锅。这时，办公室的门突然推开了，上午来的那位客户又回来了：“请问谁是叶幕？”所有人一愣，我纳闷地走了过去：“我是。”“你有什么事？”对方微微一笑，很和蔼地对我说：“
张总对您的策划书很满意，他说这么优秀的一份策划书不应该白送给我们，所以派我来和您签合同。没等我开口，陈建一步跨过了我，激动地握住对方的手。太好了，之前都是误会，以后我们一定注意。对方直接把手抽回来，露出厌恶的表情。张总有一个要求。陈建笑容谄媚，别说一个，10个都行。他指了指我，张总的要求是，以后只和他一个人合作。签完字，除了陈建和黄晶晶，其他人都喜气洋洋。木木，多亏你了，要不是你，这个月奖金就没了。这就是好人有好报。你想把做完的策划书送给客户，没想到把对方感动了。我微微一笑，我现在就等陈经理的大红包了。说完，大家齐刷刷地看着他。陈建面皮一抖，表情都扭曲了。他咬着牙，当面给我转了5000块钱，让渣男吐钱。我比签下大单还开心。黄晶晶从我旁边路过，不爽地哼了一声，阴阳怪气，少得意。销冠又怎么样？马上欧经理巡店，你就会明白，业绩在关系面前一无是处。3天后是区域经理季度巡店的日子。欧经理巡店对公司来说是头等大事，我们准备了3天，就差净水坡街、黄土店道。陈建让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一份自己的业绩数据，因为现场没准会抽查谁的数据。等着欧经理来的时候，陈建带着黄晶晶走到我面前。陈建笑容可掬地看着我，木木，给我看看你的数据呗。我没多想，直接把数据递给他。他捧着这张数据表，满意的点点头，真不错呀，不愧是销冠。然后他把这份报表转手递给了黄晶晶，晶晶，给你。黄晶晶哼了一声，看都不看一眼，拿着我的报表走了。我一愣，但旋即就反应过来了，黄晶晶自己业绩不够，又想在欧经面前邀功，就串通陈建抢我的功劳。我睥睨地扫了陈建一眼，有意思吗？直接抢功。陈建不敢直视着我的眼睛，讪讪一笑，你和晶晶不一样，欧经理知道他，点名想见他呢，他的业绩你也知道，你就帮帮他呗。我环抱着双臂，不行，你现在把数据给我要回来，要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陈建一变，声音也提高了几度，叶幕，你不要忘了他爸是谁，和他斗，没好果子吃。这时候黄尊正好从旁边路过，笑眯眯地看着我们，吵什么呢？陈建看到他松了口气，好像终于有能压制我的人了。他耸了耸肩膀，双手一摊，你自己和黄总说吧。黄尊笑呵呵地走过来，要和我说什么？我看着他的眼睛，你女儿要拿着我的业绩数据去和欧经理邀功。黄尊扭了扭脖子，皮笑肉不笑，嗨，我当什么事呢？他被我惯坏了，那你就抢回来呗。这条老狐狸精得很，说得很好，和没说一样。黄尊出现以后，陈建也松了口气，他拍拍我的肩膀，你听见了吧？我们就是一打工的，把领导哄高兴了，我们才有好日子过。我嗤笑，奴才。陈建脸色一变，你别和我来劲，有本事你自己抢回来。我面无表情点点头，好。欧经理到了，像众星捧月一般被迎了进来。黄晶晶被安排在最前面，负责向他献花。献完花，陈建主动把他给区经理介绍，领导，这是黄晶晶，公司来的新人，但业绩能力特别强。晶晶，把数据给领导看看。黄晶晶胸脯一挺，正要把我这份数据拿出来，被我叫住了。等等，我笑容可掬地走过去。晶晶，你把我的数据拿走了，这才是你的数据。没等他回过神，
我已经把报表抢回了，然后塞给他一份文件袋。一切发生得太快，所有人都没想到。陈建眼睛猛然一睁，满脸难以置信。黄晶晶先是一愣，惊惶无措地点点头。哦，谢谢你。他紧攥着这份报表，迟迟不敢打开。欧经理一脸期待，快给我看看你的业绩，我听老黄和我夸你很久了。他再三催促，黄晶晶才硬着头皮打开了文件袋。咦，怎么是一张白纸？黄晶晶愕然地看着我，你是不是拿错了？我微微一笑，没错，你的业绩本来就是0。欧经理走了以后，黄晶晶在办公室冲我大发雷霆：叶幕，你敢在欧经面前故意搞我？你不想干了吧？我眼皮子都没抬一下。是你不想干了吧？公司规定3个月不开单，直接走人，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。黄晶晶背对的说不出话，浑身微微直抖。陈建沉下脸，双眼喷火地看着我：叶幕，就算你不高兴，也不能当着欧经理的面拆台呀。他深吸了口气：这次巡店，咱店在全区倒数第1，你知道原因吗？我点点头，知道，因为你没能力，管理无方。黄晶晶这时候缓过来，恶狠狠地瞪着我：早晚让我爸开了你。我笑了笑，指了指手表，现在离月底还几天，没准你走我前面。黄晶晶五官狰狞地点点头：好，从今开始，你的每一单我都要抢。黄晶晶现在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我们公司有规定，入职后3个月之内业绩不达标，就绝不录取。现在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，他每天像狼似的盯着我。恰好这时候，我又接了一个客户。黄晶晶拉着陈建跑来找我，气势汹汹：这个客户让给我。我气笑了：算了吧，我怕你一努力，对公司的损失更大。陈建现在有点怕我在中间和稀泥，要不这样，这个客户你们一起跟，各做一份策划，能者居之。黄晶晶咬着牙点点头：好，你敢不敢？我眼皮都没抬一下：有什么不敢的？黄晶晶冷哼了一声：阿健，我们走，去你办公室做 PPT。从这之后，黄晶晶每天都泡在陈建的办公室里，活都交给陈建干，他就负责吃水果，呵呵阔乐。明天就要和客户汇报了，我今天特意早到，想把 PPT 再检查一遍，可没想到已经有人在等我了。黄尊正坐在我的位子上，笑眯眯地看着我：小叶啊，来得这么早啊？我笑了笑：黄总，现在就咱们2人，你有什么事直接说吧。他脸上的笑容逐渐加深。那好，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。明天你和晶晶竞标客户，我希望你能让着他。我一笑，果然是为了这件事来的。为什么？他推了下眼镜，柔声细语地说：晶晶来公司马上3个月了，明天是最后期限，他要是签不下来，就只能离职。我知道你们俩之间有些过节，但出来上班嘛，和同事之间有点矛盾是难免的。他顿了顿，似笑非笑地说：我听说你想要，只要你肯帮我，这个没问题。陈建铁定没法升职了，明年我让你做他的职位。职场嘛，就是你帮我，我帮你。芜湖领导的大饼语录又更新了。见我不说话，他眼神冷了下来，话锋一转，语气暗含着几分威胁：当然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帮我就能得到好处，不帮我的后果你应该也能明白。想让你走很容易。我点点头：我懂，请领导放心，我一定拿出真正的实力，让你女儿走得明明白白。黄尊脸色一变：他还想说什么，但已经有同事陆陆续续来了。
你别不识抬举。他走到我身边，冷哼了一声，拂袖而去。客户被众星捧月迎进了办公室，总部很重视，特意派了几位经理级别的陪同。按照定好的流程，黄晶晶第一个上台，我气定神闲地在台下候场。结果陈建在介绍出场人的时候，目光从黄晶晶身上越过，落在了我的脸上。第一个有请叶幕给大家做策划介绍。他话音刚落，黄晶晶就第一个带头鼓掌。搞我心态，想多了。掌声中，我迅速调整了一下状态，踩着高跟鞋从容上台。看台下，黄晶晶眼神恶毒地瞪着我，笑容也有些诡异。我稳定了下情绪，打开笔记本电脑，我却愣住了。我的 PPT 空空如也。PPT 怎么空了？我难以置信地盯着电脑。今早看一切还正常。这时候，陈建催我快点开始。叶幕，别磨磨唧唧的，快点，客户等着呢。我抬头看了他一眼，他目光有些飘忽，不敢和我对视。我叹了口气，明白了，肯定是他搞的鬼。只有这家伙知道我的电脑密码，应该趁我刚才下楼买咖啡时动的手脚。台下已经开始窃窃私语。我点点头，缓缓合上了笔记本电脑，干净利落地把长发扎起来，自信一笑。算了，不看 PPT 了。我今天给大家脱稿阐述，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大家面面相觑。客户竖起大拇指，连连称赞。好，我很欣赏你的勇气，非常期待。从我脱稿开始，客户就一直在点头，表情很满意。其他人也处于震惊当中。脱稿可不是开玩笑的，万一玩砸了，足以被钉在耻辱柱上。但当我讲完以后，他们的表情逐渐从震惊变成了钦佩、欣赏。整个会议室掌声如雷，但黄晶晶的脸色不大好看。她硬着头皮，扭扭捏捏地走上台，看我不下去，她满脸问号。我笑眯眯地看着她，你要不要也试试脱稿？黄晶晶瞳孔地震，神色一下子变得极为难看。不，她颤抖着嘴唇开口，但被客户兴奋地搓搓手。我很期待你的脱稿表演，黄晶晶。但5分钟后，顾客就后悔了。客户很同情地看了他一眼，算了，你还是别脱稿了。总部同事也不理解，悄悄地在下面问陈建：叶幕明明志在必得，你干嘛还把晶晶拉来衬托他呀？我喜气洋洋和客户签完合同，黄晶晶正在收拾东西。她来公司3个月，业绩为0，试用期不通过，被当场辞退。走之前，她狠狠瞪了我一眼：别得意，以后有你苦头吃。我无所谓的耸耸肩，但陈建脸色却难看得不行。他走到我面前，欲言又止。我瞪了他一眼：有屁快放！你这又是何必呢？我冷笑了几声：你偷偷把我 PPT 洗了，这笔账我还没和你算呢。他眼神顿时飘忽起来：这是我不知道，弄不好是你自己不小心删掉了，不和你说了。我得去把考评交上去。说完，他脚底抹油，赶紧溜了。黄晶晶走了，陈建把给到了我，但我波澜不惊，因为本来就是我的。但最终评分下来以后，我竟然是 D 是最低档，一般都是给快要辞职或者准备开除的人。我怒火中烧，陈建没这么大权力，不用问，肯定是黄尊搞的鬼。我正准备去找他，没想到他送上门了，就在我的工位处。他被我拦住了去路。我把考核表递到他面前，面无表情：黄总，麻烦您给我解释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黄尊撇撇嘴，漫不经心地说：没几个意思，就是按照能力打分的。我冷笑了几声：
要我说，您这是公报私仇吧？因为我没按照你说的把客户让给你女儿，但你怎么不说她自己菜呀？我当着办公室所有人的面，直接把她揭穿了，所有人都震惊了。他们见气氛不对，陆陆续续都离开了办公室。黄尊很下不来台，脸都气黑了。你怎么和领导说话呀？员工手册哪一条规定了？我和领导说话有毛病？黄尊气得手直抖。你这是不尊重领导！我反唇相讥，我是打你了，还是骂你了？我说黄晶晶菜有错吗？来公司3个月，一单都没开，公司开张10几年，他是第一个。我不就因为没听你的，没把客户让给黄晶晶，你就公报私仇？黄尊脸色发青，怒目圆睁，又恨又气地指着我：你考评地，再加上当众侮辱领导，已经足够开除的了。我不光要开除你，还要把你拉进企业黑名单，让你永远也干不了这行。我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，你试试。我干完饭回来，办公桌已经被收拾干净了，我的私人物品都被装进了一个箱子里，所有人都自觉和我保持距离，生怕被连累。陈建早就在等我了，冷笑着把辞退信扔给我。好了，你可以滚蛋了。我点点头，你可别后悔。陈建笑得好大声，你不知道公司整走了多少人，那你更不知道我告倒过多少公司。说完，我端着箱子就走了。临走前，我没忘记带走那个移动摄像头，我直接仲裁了，公司效率很快。黄尊亲自给我打电话，他冷笑着质问我：你觉得有用吗？别这么幼稚行不行？有没有用，你试试就知道了。公司好像在竞争最佳雇主呢吧？黄尊被我打中了7寸，沉默了几秒。这样，我可以让公司给你一笔赔偿款，你把仲裁撤销，这还不够？黄尊声音有些暴躁，你还想要什么？该赔我多少钱，赔我多少钱，然后你和陈建从公司离职，我就可以考虑撤销仲裁。黄尊惊怒交加，在电话冲我咆哮：你是不是疯了？还让我们辞职？你想什么呢？我笑了笑，那就是没得谈了。我就不信你一个普通社畜能和整个公司的法务团队抗衡。行吧，那咱们拭目以待。我一边找工作，一边继续维权。没几天，工作就找到了。我跳槽到了一家对手公司，老板一直很欣赏我，以前就多次向我伸出过橄榄枝，如今他终于如愿了。以前我带的客户一听我跳槽了，都跟着我跑了。新老板喜气洋洋，决定带我参加今晚的行业晚宴。我刚拒绝，陈建就打电话过来骂我：叶幕，你还是人吗？客户都被你带走了，你想让我死是吧？我唇角一勾，不是我带走的，是他们主要要投奔我。今晚我要陪大 boss 参加行业晚宴，现在这个数据让我怎么交差？我一愣，反问了一句：那黄尊去吗？去啊，别说他了， VP 都得去。你问这个干嘛？没什么，晚上见。我笑着挂断了电话。我走过去，拍了拍老板的肩膀：今天晚上我又决定去了。老板一愣：你不是不爱参加这种聚会吗？我唇角一勾：有好戏看。晚宴开始，觥筹交错。黄尊和陈建一看见我，脸都气青了。黄尊举着酒杯，阴阳怪气对我老板说：他这个白眼狼把我们公司仲裁了，这样的员工你也敢要？新老板不以为然：为自己争取正当利益没什么错，在我这儿，木木永远都是人。黄尊面皮一抖，但不敢冲我老板发火，只能忍下这口气。这时候，以前的大 boss 举着酒杯走过来了，我新老2位老板很熟络地聊了起来。新老板指着我：
徐总，谢谢你们的助攻。木木跳槽以后，我们公司业绩翻了3倍。徐总表情一致，刚要问我，陈建恶人先告状。徐总，叶幕因为自己的原因被开除了，还去仲裁我们，手段卑鄙得很。黄尊也随声附和，是的，他还不把我这个总监放眼里，当众辱骂我。我摇晃着高脚杯，淡淡一笑，两位可真是不要脸啊。没等他们开口，我扭头对徐总说，我有个东西，不知道您感兴趣吗？我打开手机视频，投屏到了背景墙，画面中陈建和黄晶晶鬼鬼祟祟地出现在我的工位上。黄晶晶负责把风，陈建打开我的电脑，娴熟地输入密码，然后把我的 PPT 里的内容全删了。这一切都被我当初心血来潮安的那个小监控拍得一清二楚。这时候，黄晶晶阴险地笑道：“PPT 没有了，我看他一会儿怎么办？呵呵，和我斗，他还嫩点儿，万一他提前发现了有备份怎么办？一会儿我临时把他调到第一个上台，打他一个措手不及。”黄晶晶开心不已，就算他有备份 PPT， 临时调整，但也会降低印象分。陈建笑声更加阴险，除此之外，有总部同事在，只会让他在总部沦为笑柄，这就叫一石二鸟。哈哈哈！台下陈建脸色煞白，两眼瞪得极大，惶恐不安都写在了脸上。偌大的酒会上一阵死寂，所有人都看着他，目光里充满了不屑。陈建嘴唇抖了几下，刚要开口，被我笑着打断了。别急，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呢。该轮到我们黄总出场了。画面一转，黄尊正把我的私人物品粗暴地扔往箱子里，他边扔边骂：“什么东西，自以为是，敢把我女儿挤走，他也别留。”陈建有些不放心，忐忑地问：“他要是去仲裁，不会出事吧？”黄尊冷笑了一声：“让他闹呗，仲裁时间长，看谁熬得过谁。再说了，他一个人能和整个公司法务部抗衡。”陈建松了口气，谄媚地笑道：“那黄总，明年您看我的晋升，放心，你的忠心我是知道的。徐总不在，我就是公司的土皇上。”陈建试探性地问：“那徐总不会卡我吧？”黄尊摆摆手，他就一甩手掌柜：“懂个屁呀！”我按下停止键，笑眯眯地看着他俩。我还有别的视频，你们还有兴趣吗？黄尊面色铁青，眼睛几乎要从眼眶里凸出来。你个混蛋！徐总冷冰冰地瞪着他。你说我是甩手掌柜，我友情提示，不仅如此，他还说您懂个屁哦。徐总面容阴沉地看着黄尊和陈建，我看你们是不想干了。他转头看向随行人员 HR 的人呢？现在就让他俩走人。啪嗒，黄尊整个人站立不稳，酒杯直接掉地上了。陈建也好不到哪去，整个人摇摇欲坠。他们对视了一眼，从彼此眼中看到的只有绝望。人证物质都在，他们俩当场就被开除了。现场来的都是同行，各公司的高层都在，他们俩在行业里继续混的希望彻底抹杀了。第二天，老东家新任人事总监就联系了我，公司对你的事很抱歉，决定按照你的合同3倍赔偿。另外，公司也会出一份声明，正式向你道歉。如果你愿意回来，公司的大门永远向你打开。你还有什么条件，尽管可以提。我想了想，对了，得给他俩拉进行业黑名单啊。还有，我之前那个考评，你们得给我改成嘞。电话里笑了笑，人都走了，还有必要改成嘞吗？我正义言辞，有必要，那是对我工作的一个交代。老东家说到做到，除了嘞，我还拿到了30几万的赔偿金。
我正美滋滋地计划着去哪潇洒，忽然有人在朋友圈，我打开一看，原来是陈建这个渣男在朋友圈发疯地向我道歉，除了字里行间充满悔恨的文字，还配了一张图，配图是一份炸花生米和无数东倒西歪的啤酒瓶。我想了想，拉黑他之前，我先在下面留言评论，炸花生米一定不能用大火呀。谨记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